一个52岁的男性，运动完大汗淋漓后，立即冲进浴室洗澡。没想到洗到一半，他突然感到头晕目眩，胸口发闷，甚至浑身冒冷汗。家人见状，赶紧将他送往医院。医生检查后表示，这位先生在洗澡过程中出现了低血糖，加上血压骤然升高，才引发了险情。万幸的是，经过及时救治，他转危为安。试想，如果当时没有人及时发现，他一次普通的洗澡可能就酿成大祸。这么日常的一件小事，居然险些让人送了命，听起来是不是令人后怕？谁能想到洗澡也有这么大的讲究？那么洗澡时究竟有哪些容易被忽视的风险需要注意呢？以下4点尤其值得警惕。第一，洗澡水温不宜过高或过低。许多人，尤其是上了年纪的人，喜欢用很烫的水洗澡，觉得水越热，洗得越干净，越解乏。殊不知水温太高，不仅容易烫伤皮肤，还会在热水蒸发时带走大量身体热量，让人洗完澡后反而感到虚弱、乏力。有人可能会问，冷水澡不是能增强免疫力吗？其实，短时间的冷水刺激对少数健康的年轻人来说可能有一定锻炼效果，但必须循序渐进，让身体逐渐适应。而对于中老年人或平素体质偏弱的人来说，贸然用冷水冲澡弊大于利，极易诱发健康问题。因此，是否尝试冷水浴应视个人情况而定，并非人人适合。也有一些人在盛夏贪图凉快，痛痛快快冲冷水澡，甚至把洗冷水澡当成锻炼身体的方法。但需要提醒的是，水温太低同样不好，过凉的水流会刺激血管骤然收缩，导致血压升高，可能诱发头晕，甚至心脑血管意外。年纪较大或本身有心血管疾病的人，切勿贸然用冷水洗澡，即使是年轻人，也最好循序渐进，先温后凉，让身体适应水温的变化。总之，洗澡水温以温热为宜，大约40摄氏度左右最合适，既能舒缓身体，又不会带来过度刺激，避免因一时贪凉或贪烫埋下健康隐患。尤其老年人由于皮肤较薄，心血管调节功能下降，更要避免忽冷忽热带来的刺激。第二，饭后不要立刻洗澡。很多人吃完饭汗流浃背，恨不得马上冲个凉快，但饭后立即洗澡对健康非常不利。就像人们常说饭后不宜游泳，饭后洗澡也有同样的道理。因为刚吃完饭，大量血液正集中流向胃肠道帮助消化。如果这时马上洗澡，热水刺激皮肤会使体表血管扩张，血液重新分配，反而影响胃肠对食物的消化吸收。饭后人体的头部和心脏本来就处于相对缺血缺氧状态，有些老年人饭后血压调节能力差，更容易出现餐后低血压，人会感觉困倦，这时候去洗澡，大脑和心脏可能更加缺血，增加晕厥，甚至诱发心梗、中风的风险。现实生活中，因为饭后立刻洗澡而晕倒的案例并不少见，尤其是老年人或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人，饭后应避免立即洗澡，至少休息30分钟到1小时，等食物初步消化再洗为宜。第三，运动完不要马上洗澡。很多人运动出了一身汗，刚回到家就迫不及待冲进浴室。然而，剧烈运动后，身体各项机能仍处于兴奋状态，心跳加快，血压升高。这时候立刻洗澡，会让原本已经高负荷运转的心脏和血管雪上加霜，容易发生危险。况且运动过程中消耗了大量能量，体内血糖偏低，马上洗澡又会进一步消耗能量，可能出现低血糖反应，轻则头晕乏力，重则晕倒在浴室里，非常危险。运动后身体还在大量排汗，毛孔张开，全身发热，此时如果立刻冲冷水澡，冷刺激会令毛孔骤然闭合，汗液闷在体内，容易着凉感冒。若是立刻冲热水澡，又会让体温更高，心脏更累。正确的做法是，运动后先擦干汗水，找个通风处坐下休息，等心率和呼吸渐渐平稳，身体温度稍微降下来，并补充一些水分，甚至少量糖分，再用温水洗去汗湿的身体，这样最安全。不要因为身上黏腻就急于一时，一时的舒爽可能换来大问题。第四，酒后不要马上洗澡。很多人喝完酒感觉浑身发热，脸颊通红，
这是因为酒精代谢产物已全使血管扩张，此时血压往往偏低。如果这时候立刻洗热水澡，热水会让血管进一步扩张，血压可能降得更低，人就容易头晕眼花，甚至有休克晕倒的危险。同时，醉酒状态下，人的反应和判断能力下降，洗澡时稍有不慎更容易滑倒，溺水后果不堪设想。生活中不乏醉酒后洗澡导致意外的新闻。有些人以为酒后蒸桑拿、洗热水澡出一身汗能解酒，其实这是严重的误区。人在醉酒时泡热水澡发生意外的概率成倍增加，每年都有类似的不幸案例。如果酒后觉得身体黏腻难受，可以先用热毛巾擦擦身，换身干净衣服，等酒劲散去再洗澡。总之，饮酒之后应该先休息，等酒意消散，精神清醒再洗澡，才是明智之举。以上4点看似简单，却是洗澡时最容易被忽视的细节。一旦大意，洗澡反而可能成为危险动作。所以医生一再提醒，洗澡的确可以清洁皮肤、舒缓身心，但务必要讲究科学方法，养成良好的洗浴习惯。另外，尤其对于上了年纪的人，洗澡时务必要做好安全措施，比如浴室内铺防滑垫，洗澡时不要反锁门。家人最好留意老年人洗澡的时间是否过长。如果老人身体虚弱，尽量有人陪护或使用坐浴椅，防止意外滑倒或突发状况无人知晓。洗澡时间也不宜过久，一般控制在20分钟以内，水温保持恒定，这样才能既洗得舒服又确保安全。另外，不少人会问，洗澡是淋浴好还是盆浴，也就是泡澡好？其实各有优缺点。淋浴时热水不断冲刷，可以迅速带走污垢和汗液，相对更干净也更省时。而泡澡能够让全身浸泡在热水中，毛孔充分打开，肌肉也更放松。不过，泡热水澡时间太长，水温太高时，人体散热困难，容易出现头晕、胸闷等不适，甚至有发生意外的风险。一般来说，年轻健康的人偶尔泡泡热水澡是不错的放松方式，但对于老人或有心血管问题的人，长时间泡澡并不适宜。若要泡澡，水温最好控制在40摄氏度以下，浸泡时间不超过15到20分钟，而且浴室保持通风，身边最好有家人照应，这样既能享受泡澡的舒适，也能避免潜在的危险。说完了洗澡的禁忌和讲究，我们再来聊一个很多男性关心的话题，原来洗澡还能养肾。现代市场上也有各种号称补肾的保健品或药物，但大多效果难有科学依据，反而可能延误正确的养护时机。对于没有严重疾病的人来说，通过健康的生活习惯来养肾是更稳妥的选择。毕竟任何药物都有副作用，而坚持良好的作息、饮食和锻炼则几乎没有坏处。提起补肾，许多人首先想到的是吃中药、喝枸杞水、服用保健品。其实养肾不一定非要靠药物，在日常生活中，有些小习惯就可以帮助养护肾脏，洗澡就是其中之一。对于男性而言，坚持正确洗澡还有一个隐藏福利，那就是可以促进肾脏的健康，洗澡也能补肾。没错，关键在于以下2个部位。首先要说的是腰部。中医典籍《黄帝内经》里说，腰为肾之府，意思是腰部是肾脏所居之处，是肾精常聚的地方。肾脏在中医看来是人体的先天之本，主管藏精蓄元。肾藏精，精可以化生人体的气和血，肾又被称为人体真阴真阳之根本，与精、气、血、阴、阳等生命要素都有密切关系。对于男性而言，肾脏更是维持活力和生殖能力的重要器官，肾脏还主导着人的生殖机能。肾精充足的男性往往性功能强，精子质量高，生育能力也更有保障。如果肾精亏虚，则可能出现性欲降低、阳痿早泄，甚至不育等问题。可以说，肾的好坏直接关系到男人的肾气和精力。肾气充盈的男子通常精力旺盛，体格健壮，在工作和生活中都更有活力和自信。而肾虚的人往往面色欠佳、疲惫乏力，甚至由于力不从心而影响夫妻生活和家庭幸福。从这个角度说，保护好肾脏不仅是对自己健康负责，也是对家庭负责。反之，
肾气不足的人往往腰膝酸软、精神不济、畏寒肢冷，甚至容易出现耳鸣、健忘等问题。可见肾脏功能的强弱会影响一个人全身的状态和精气神。从现代医学角度来看，肾脏是人体非常重要的排泄和内分泌器官，负责过滤血液、生成尿液、排出废物，并调节体内的水、电解质平衡以及血压。肾脏还分泌多种激素，影响红细胞生成和骨代谢等功能。一旦肾功能受损，可能引发血压升高、水肿、贫血、代谢紊乱等一系列问题，严重时甚至危及生命。因此，无论中医还是西医，都非常强调爱护肾脏的重要性。随着年龄增长，不少男性开始感觉腰酸腿软，这往往是肾虚的信号。肾气不足时，腰部得不到足够的濡养支撑，就会酸痛无力。俗话说肾喜温恶寒，意思是肾脏功能喜欢温暖的环境，害怕受寒。洗澡时不妨利用温热的水好好冲一冲腰部，尤其是后腰正中的部位，对应着中医所说的命门穴附近。命门穴大约位于第二腰椎下方，与肚脐相平的位置，两侧还有肾俞穴，与肾脏器官相对应。用热水持续冲刷后腰，可以温煦肾阳，活络腰部气血，让紧张的肌肉放松下来。在热水冲击下，你会感觉整个腰部慢慢变得暖洋洋，非常舒服。这时如果手够得到，不妨用手掌搓揉后腰两侧，用掌根在腰眼，也就是肾俞穴所在的位置处轻轻画圈按摩，持续几分钟后，后腰发热，仿佛有一股暖流渗透进去。这样的热水热敷加按摩，可以促进腰部血液循环，提高肾脏区域的供血供氧，帮助减轻腰酸背痛的症状。长期坚持，每次洗澡都花点时间呵护一下腰部，日积月累将有助于强壮肾气，改善由于肾虚带来的腰酸无力。所以下次洗澡时，不妨给自己的腰部来一次这样的热水冲洗和按摩，或许你会惊喜地发现腰背的沉重感有所减轻呢。另一个需要多清洗和按摩的关键部位就是脚部。俗话说，人老脚先老，脚离心脏最远，血液供应相对较弱，双脚暖和了，全身才能暖和。从中医角度看，双脚与全身经络和脏腑有密切联系，被称为人的第二心脏，尤其足底分布着许多重要穴位，其中就有一处与肾脏息息相关的强健要穴，名叫涌泉穴。涌泉穴位于脚底前部凹陷处，是足少阴肾经的首穴。涌泉顾名思义，就像泉水从地下汩汩涌出，象征着肾经之气从这里源源不断的生发。涌泉穴通过经络直接与肾脏相连，被视为肾气生发的源头。刺激这个穴位可以调节肾经气血，缓解肾虚带来的一些不适症状。然而，很多人在洗澡时往往站着冲淋，忽略了仔细清洗脚部，这是不好的习惯。我们的双脚每天承担着全身的重量，又经常裹在鞋子里闷着，容易出汗，藏污纳垢。如果洗澡时不认真洗脚，污垢和细菌残留会引发脚部异味，甚至真菌感染。此外，也错过了借机保健的好时机。因此建议每次洗澡都抽一点时间认真清洗双脚，可以一边用温热的水冲泡脚部，一边用手揉搓脚趾、脚掌和脚心，把堆积的污垢彻底清洗干净。在温热水流的刺激下，趁着脚底毛孔张开，再用手指按揉脚心的涌泉穴。方法很简单，用拇指指腹对准脚心凹陷处，适度按压揉动，每只脚按半分钟到1分钟，你会感到足底微微发热，整个脚都变得轻松。洗完后，双脚干净清爽，还有种如释重负的舒适感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脚踝内侧也有一个对肾有益的穴位，叫太溪穴。太溪穴就在内脚踝和跟腱之间的凹陷处，也是肾经的重要穴道之一。在淋浴时，不妨用一只手扶墙保持平衡，另一只手按揉自己内脚踝附近的太溪穴，两侧各按压几十秒，就像给脚踝做个小按摩。这样做有助于促进下肢的血液循环，驱散体内寒气。很多手脚冰凉、畏寒怕冷的人，坚持按摩太溪穴，会感觉下肢渐渐暖和起来，对改善肾阳不足很有帮助。民间有句话叫热水泡脚胜过吃补药，
可见热水洗脚对身体的好处自古就被认可。现代足部反射疗法也认为，脚底存在对应人体各器官的反射区，其中就包括肾脏，经常刺激足底能改善相应器官的功能，这与中医足底按摩养肾的理念不谋而合。如果条件允许，平时不妨养成睡前泡脚的习惯，每天晚上用温水泡脚15分钟左右，水温保持在40度上下，让双脚泡得暖暖的，再配合揉搓足底，比单纯淋浴时冲一下效果更佳。中医师特别建议在晚上9点左右泡脚，因为此时是肾精气血较为衰弱的时刻，此时泡脚更能补益肾气。长期坚持泡脚，既能改善睡眠，还能让肾脏受到滋养，可谓一举两得。其实古代养生家很早就认识到了热水洗脚的好处。唐代药王孙思邈据说每天临睡前必定用热水洗脚，并常常对弟子说，热水泡脚胜服人生。他能活到100多岁，据说与长期坚持泡脚不无关系。说到泡脚的好处，我们身边就有很多真实的例子。广东有位李大爷，今年65岁，过去总是手脚冰凉，腰膝酸软，每晚要起来上好几趟厕所，折腾的睡眠不好。后来在儿女建议下，他开始坚持每晚睡前用热水泡脚，并按揉脚底的涌泉穴和脚踝内侧的太溪穴。短短3个月后，李大爷惊喜地发现自己夜尿的次数明显减少，双脚变得暖和了，白天精神也好了许多。他逢人便说，热水泡泡脚比吃什么补药都管用啊。像李大爷这样通过泡脚受益的例子还有很多。由此可见，一盆热水泡脚看似简单，却蕴含着强大的养生力量。坚持这样洗脚泡脚一段时间，你或许会发现，晚上睡觉时脚不再冰凉，白天精神状态也更饱满，肾脏仿佛变得更强健。如此简便易行的养肾方法，值得每个人去尝试。此外，人体还有一些部位也和肾脏功能息息相关，其中最典型的就是耳朵。中医认为肾开窍于耳，意思是耳朵与肾有内在联系。耳朵的情况可以反映肾气的盛衰，例如肾精充足的人听力通常比较好，反之肾虚的人可能出现耳鸣，听力下降。所以平时多按摩耳部对肾脏也有一定的好处。洗澡时我们也可以顺便轻柔地清洗一下耳廓和耳后，并轻轻揉搓耳垂。这不仅可以保持耳部清洁，还能刺激耳部的穴位和神经末梢，对全身的放松和肾脏的保健都有帮助。需要注意的是，洗澡时耳内进水要及时甩出，切勿用力掏挖耳道，以免损伤听力。耳朵的保健虽然不如腰部和脚部那样直接明显，但作为肾脏的外窍，日常留意保养也是有益无害的。最后需要提醒的是，我们上面提到的洗澡护肾、泡脚养肾属于日常保健调理的方法。如果肾脏已经出现了较严重的疾病，还需尽快就医诊治，该用药的用药，该透析的透析，不能仅依赖洗澡或按摩来补肾。这些方法更多是起到辅助作用，但在日常坚持下去，有助于增强体质，改善肾功能，提高生活质量。与其等生病了再治，不如平时就未病先防，通过持之以恒的健康习惯，把我们的肾脏养护好，避免疾病的发生。除了洗澡和泡脚，平时生活中还有不少小细节也有助于养护肾脏，比如尽量避免腰部和双脚受寒，天气凉时注意腰腹和足部保暖，睡觉时别让脚露在外面受凉，适度进行体育锻炼也是必要的，尤其建议每天抽空踮踮脚尖，快走慢跑等。这些运动可以促进下肢血液循环，刺激足部肾精，对提升肾气有帮助。饮食上则可以多吃一些有益肾脏的食物。中医讲黑色入肾，像黑豆、黑芝麻、桑葚、黑木耳等黑色食物，可作为日常食补。此外，腰果、栗子、山药、枸杞子等也被视为传统的补肾佳品。当然，饮食贵在均衡，不要过度偏补。总之，养肾是一个全方位的过程，需要在衣食住行的方方面面都加以注意。我们今天讲的洗澡方法，就是这个系统工程中简单易行但非常重要的一环。另外，从时节上来看，冬季是一年之中养肾的关键时期。冬天寒冷，人们阳气潜藏，
正是养精蓄锐的好时候。民间有冬天补肾、开春打虎的说法，意思是冬天把肾养好了，来年身体会更强健。冬季里男性朋友更要注意肾脏保暖，不要贸然受寒。饮食上适当进补温热的食物，比如羊肉汤、当归生姜羊肉汤等传统药膳，可以温补肾阳，同时也要保证充足睡眠，减少过度的房事，以涵养肾精。配合坚持前面提到的热水洗腰、睡前泡脚等习惯，相信整个冬天都会感觉暖洋洋，精力充沛，为来年的健康打下基础。纸上得来终觉浅，各位不妨从今天开始就实践起来。今晚洗澡时就按照我们说的要点试一试，控制好水温，避开饭后、运动后和酒后，把后腰和双脚仔细清洗按摩。坚持一段时间后，你一定会切身感受到身体的积极变化。记住，细节决定健康，养肾要从点滴做起。从现在开始，好好洗澡，悉心护肾，未来的你一定会感谢如今努力的自己。让我们从点滴做起，为肾脏的长期健康保驾护航。希望每一位男性朋友都能洗个安全澡、健康澡，把平凡的洗浴变成养肾固精的一把秘药。